湿脚印的尽头。时间：民国75年。这事件发生在嘉义梅山某旧营区新闻。我第一次看到那篇新闻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。标题很醒目：山区部队惊见雨中脚印，无人外出却尸迹斑斑。报道写得不长，但引人入胜。故事发生在嘉义山区某营房，一个大雨的晚上，寝室楼梯间竟出现一串明显的湿脚印，从外头沿着楼梯蜿蜒而上，直到走廊尽头。但奇怪的是，当晚所有官兵皆在寝室，无人外出，账号点名一切正常。脚印的走向也令人不寒而栗，从外头进来，却没有离开的痕迹。那时候我还只是个普通大学生，只觉得毛骨悚然，心想若未来当兵遇上这种事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甚至把那篇报道剪下来，加进课本里。谁知道几年后，我真的走进了那篇报道的世界。结束新训后，我被分发到一支步兵部队，主要负责机枪编组与火力支援。这类单位常参与各式演训，平时住的在中部山区一带，但因任务需求，我们时常接获临时命令，调动至南北各地支援，辗转驻扎在不同营区。大约入伍半年后，我们接获命令南下支援联合下基地演训。因地形关系，我们的暂住一处位于嘉义梅山的老旧营房作为临时栖地。当卡车载着我们一车车人员与物资穿过云雾缭绕的山路，我翻着手中的任务简报，脑中突然闪过那篇大学时读过的报道。地点、年份、描述我不敢太过肯定，但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对上了。我们抵达那处营区时，已是午后4点多，山区微雨不断，云层低沉，红砖建筑老旧剥落，楼梯口还保有日治时期的外墙雕饰。寝室安排在2楼，我与几位同袍被分派到最靠近走廊尽头的一间房。刚放下行李，我就注意到那段楼梯特别潮湿，墙角有着似乎曾遭火烧过的焦黑痕迹，而楼梯下方有一块缺损的瓷砖，露出青苔与裂缝。就在我细看时，突然瞥见地上有几个干掉的鞋印，虽不明显，但仍可辨识出鞋底纹路。我心里暗自碎念，又是哪个家伙鞋子没擦干净就跑进来了。这时场地的管理人恰巧经过，看到我站在楼梯边，脸色一变，小声嘟囔：奇怪，这里我昨天才拖过，楼下铁门也上锁了好几个月，没人进出啊。他越说声音越小，眼神飘忽不定，要是被长官知道我没巡号，我就完蛋了。他说着默默拿起一旁的拖把，把那些脚印一一拖去，脸上的神情却藏不住明显的不安。我们在营舍外的一处角落闲聊着，这营区以前是不是有什么故事？我试探性问同寝的学长阿邦。他耸耸肩，吐出烟圈说：不知道啊，但我听老班长讲过，这边以前是特种勤务单位用的，还有人传说有失踪过。你们小心一点，这里以前出过事。管理人头也不回的低声说。那晚我躺在床上，耳边是外头断断续续的雨声与偶尔传来的风中鸟鸣，不知怎么的，竟有点睡不着。脑海闪过这几日的操演与作息。清晨5点半起床，着装，集合，内务检查，6点半早餐，7点整整装出发进入演训区。白天是火力演练与阵地构筑，下午是障碍地形穿越与机枪阵地转移，满满行程让人精疲力尽。晚餐后是班长检讨与战绩讲解，有时还要跑夜间测距。大家最怕的是夜哨与山雨。山区天气说变就变，有时中午大太阳，傍晚却打雷闪电，雨如刀割。第3天时，班上有人偷懒没撑完阵地巡逻，被班长骂得狗血淋头，回寝时还说路边看到有人站在草丛里动也不动。这几天里，也陆续听说一些传闻。据说有个学长去年在同一个寝室睡觉时，半夜听到有人用湿哒哒的脚在他床边走过，他打开手电筒什么都没看到，但地板上有一排脚印。还有一晚，隔壁寝室的士兵突然大喊梦呓，说什么有个人不断问他们排号码。一个学长说的最夸张，
你们不要乱讲话哦。这栋2楼本来以前是行政办公室，后来才改成寝室。有人以前办公办到一半遇到白雾整个笼罩走廊，回过神桌上的文件全湿了。说完还刻意压低声音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那脚印每次都不是从门口开始，是从里头走出来的。当时我还半信半疑，毕竟当兵的人太闲时就爱讲些鬼故事自娱。但那天晚上我却怎么样都无法合眼。当天下午天气突然转坏，山中大雨滂沱，电力也不稳。晚点名后，学长们都早早洗好澡准备入睡，我被排了夜哨，凌晨2点轮值。2点整，我起身换好雨衣，准备下楼去接班。才走出寝室门，就看到那让我今生难忘的一幕。湿漉漉的楼梯间，一串往上走的脚印，一格一格的踩上来。脚印明显像军靴鞋底，湿泥斑斑。我当下愣住，全身鸡皮疙瘩炸起。最诡异的是，那脚印的起点不知在哪里，却笔直地从楼梯间延伸到我们寝室门前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我不敢吭声，默默下楼。交接哨时，我问前一班的阿成：“你有看到什么脚印吗？”他满脸疑惑：“啥脚印？我刚刚都在楼下哨亭等你啊。”我想了想，什么也没说。隔天，我私下问了老士官，他沉默片刻后，低声说：“你该不会看到楼梯的脚印了吧？”我点头，他皱眉抽烟，语气有些疲惫：“你不是第一个看到的。10年前，我在这里服役，那时有个士兵叫陈建宏，下雨天失联，最后只找到他巡逻的鞋印，跟你讲的一模一样。”他望着窗外浓雾中的竹林，后来这边出过事，那段时间常有脚印，后来才报废。我问他脚印最后会去哪，他说就停在人的寝室前面，好像在找谁。演训结束前一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独自走在那段楼梯，雨声滂沱，耳边却听到有人低语：“还我来，还我回来。”一个湿漉漉的身影站在寝室门口，身穿早年制式军服，脸上模糊不清。他缓缓转身走入楼梯间，我跟着他走，直到转角处，他突然停下，用一双阴冷的眼神盯着我：“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位子？”我惊醒，整个枕头湿了半边。隔天撤离营区时，我发现鞋柜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双旧军靴，鞋底湿泥未乾。我拿去问阿邦，他脸色发白说：“那不是我们的东西，这鞋我认得，是当年失踪那兵的编号。”退伍后，我常梦见那段楼梯，梦里总有雨声，有脚步声，有无声的凝视。某次同学聚会，我聊起这段经历，有个在地的朋友突然脸色一变，低声说：“那营区已经改建成登山露营的了。”去年有露营客说半夜听到有人穿军靴上下楼。他说完后，从包包拿出一张照片，是他朋友上山拍的。照片里一段寂静的山街湿漉漉，而尽头赫然有一串脚印，从外头一直延伸进镜头外的黑暗中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